因为最近路上不太平，经常有盗贼出没，查尔斯就雇了2个枪手做保镖。没想到真是怕啥来啥，只见一支箭矢射中枪手，紧接着大量的包皮帮成员杀了出来。包皮帮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帮派，因好包人头皮而得名。他们专以嗜杀无辜、折磨他人为乐，手段极其残忍。这些人虽然使用的是冷兵器，但他们的战斗力却一点也不低，并且又很是难缠，经常趁着你不注意就偷偷的摸了过来，一个不注意可能就被他们一刀给打了。但在约翰·查尔斯这些世纪悍匪面前，这些人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自不量力，他们很快就被约翰2个人给击退了。可等约翰他们回到马车这里，却发现那个受伤的枪手不见了。于是约翰·查尔斯连忙追赶敌人，等他们追到一个低洼之处，敌人忽然从四面围了上来。原来这些包皮帮的人看约翰他们实力太强，没有办法从正面取胜，于是就以枪手为诱饵，将2个人引入埋伏圈。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约翰·查尔斯的战斗力。此时约翰仿佛是战神附体，一枪一个弹无虚发，转眼之间就把敌人消灭干净。等2个人找到那个枪手时，却发现他已经被包皮帮残忍杀害了。眼见此地不宜久留，2个人赶紧驱车返回比舍之院。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整，第2天开始正式建造房屋。大叔主动承担了看图纸加指挥的工作，而出力建造的活自然落到了约翰和查尔斯的头上。接下来是游戏尾声最欢快的时刻，记得上一次如此欢乐，还是亚瑟跟兰妮在瓦伦丁酒吧里的狂欢。在房屋建造过程中，有一只蓝色的小鸟一直陪着约翰，不知道它是不是亚瑟的化身。随着约翰一锤一锤敲下去，房屋的地基部分很快就完成了。接下来是房屋主体部分的搭建，等整个框架都立起来以后，这个房子就出具雏形了。然后里外钉上木板，最后给屋顶安装上瓦片，这个房子的建造就大功告成了。当天晚上，约翰就给阿比盖尔写了信，告诉他自己已经买下比彻之院，并且还盖好了房子。他们现在真正拥有了属于他们的家。他很是想念阿比盖尔和杰克，希望他们早一点能回来。一个牧场单有房屋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牲畜棚和仓库。于是约翰再一次来到木材厂，定制了牲畜棚和仓库。等这一切都竣工的那一天，几个人开香槟庆祝。Come bustle, bustle, drink about, and let us merry be. Our can is full, we'll pump it out, and then all hands to sea. And then my boys hoist sail for more thus passes sailors' lives. Come bustle, bustle, drink about, and let us merry be. Our can is full, let's pump it out, and then all hands to sea. Yeah! 第2天一大早，约翰还在睡梦中，就被查尔斯给叫醒了。他告诉约翰大叔不见了踪影，原来是包皮帮前来报复，他们把大叔给掳了去。约翰查尔斯立刻骑上马前去营救。在路上，查尔斯给约翰打预防针，包皮帮手段极其残忍，如果大叔不幸惨遭毒手，就只能提前结束他的生命了。2个人跟着地上的踪迹，很快就找到了包皮帮的巢穴。约翰登上高处观察，发现大叔被人绑在了木架子上。约翰正准备下去营救，一个人忽然出现，将他扑倒在地，还好查尔斯及时出手把他救了下来。还没等约翰爬起来，就看见一个人从查尔斯的背后偷偷的摸了上来。约翰立刻勾动扳机，又把查尔斯给救了下来。这一伙人简直是太阴险了。约翰跟他们也不再客气，直接拿起拉栓步枪，一枪一个把他们都给带走。谁知才把大叔给救下来，包皮帮的人又冒了出来。于是约翰就在前面清除敌人，查尔斯扶着大叔跟在后面。等其上马，几个人快马加鞭，边撤离边还击，最后终于摆脱掉了敌人。大叔这一次虽然都是皮肉伤，但也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这回他摸鱼，别人都无话可说了。接下来生活回归了平静，约翰做起了他的铲屎官。一天他正干着活，忽然发现2人一狗向这里走了过来，原来是老婆和孩子回来了。约翰看见喜出望外，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真心终于换来了回报。对于现在的生活，约翰格外的珍惜，除了好好工作以外，他还学会了如何去爱家人。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带着杰克去到离家不远的小河里钓鱼，父子俩的感情也因此升温了不少。对阿比盖尔，约翰则精心准备了一场浪漫。他先是带阿比盖尔去拍了2个人第一次的照片，然后又去看了2个人第一次的电影。最后约翰带着阿比盖尔来到湖边，登上一艘小船。等小船来到湖中央，约翰单膝跪下向阿比盖尔求婚。 Will you marry me? Get up, I am married to you. No, I mean proper. In front of God. You serious? I got this ring. I've had it for a long time. 这枚戒指本来是亚瑟为玛丽准备的，但2个人终究无法在一起。现在约翰把戒指送给阿比盖尔，完成亚瑟无法完成的事情，也算是以另一种形式弥补了亚瑟和玛丽的遗憾。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幸福稳定的生活，接下来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随着一天杀敌忽然的到来，这一个平静被打破了。